程默，怎么了？不高兴啊？你不是有事要跟我说吗？昨天我没有加班，去听布克的演讲了。是刘泰明弄的票，我怕你多想，所以。为什么怕我多想？是你自己想多了吧？我哪有想多？那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也常常跟男同学出去看展览什么的呀，也没怎么样嘛。那时候我说你什么了吗？所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？刘泰明只为你做了弄门票这一件事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你到大街上随便问问，随便问一个男的，他们对他们女朋友收到另一个男人送他们的婚纱会是什么感觉？你知道那是送给妈妈的。傻瓜都知道这是借口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借口，我从来没有瞒过你啊。甜甜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有人对你有企图，你就应该回避，不回避就不正常，你知道吗？我哪里不正常了？我根本就没有认为他对我有企图。甜甜，甜甜，甜甜，辞职好吗？换个工作。这就是回避。就算为了我。程默，你明明知道我刚刚喜欢上这份工作，并且我能做得很好。别的工作也能做得很好啊。除非我愿意，否则我不会辞职。为了我也不行吗？不行。哎，甜。英子，你干嘛呢？我正在画画呢，有事吗？啊，那你画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淼淼在哪呢？在唱歌呢。哎，你来不来？我不去了，你唱吧。拜拜。刘总，我是周田，方便说话吗？当然，你说吧。我想问你，你对我有企图吗？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不正常吗？喂，冯哲，什么事儿？快说，我忙着呢。电视剧写几集了2集。还顺手吗？哎，你无不无聊啊？我挂了。哎，冯哲，你跟淼淼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不安全的感觉吗？说话呀，臭小子！哎，人活这一辈子，哪一天安全过了？更何况谈恋爱了。训你的狗吧，别冒充哲学家了。上车吧。
甜甜，你就想搁这儿聊啊？我不想聊。只是闹了一下别扭，又不是失恋，你干嘛变成这个样子了？陈默一直都是100%信任我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因为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认为只是单纯的因为我吗？他喜欢小狗，所以他心满意足的当上了训狗师。你怎么知道他是训狗师？你男朋友的职业又不是高度机密。他当上了训狗师，他非常心满意足。他满足于每天跟那几只小狗在一起，满足于你这个女朋友，满足于时不时跟你们那几位老同学聚一聚。他现在的生活，好像跟他大学相比，似乎没有什么太多变化。可是你变了，你现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。这个领域里面所有的人和事，你之前都没有接触过。那些人从排斥你，到现在接受你，我发现你已经开始享受这份工作了。这种感觉，陈默当然可以感受得到，而这种感受也会让他不安。我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线而已，如果没有我的话，可能还会有其他人。你们总会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去产生矛盾。那我应该辞职。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工作，听起来似乎很伟大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假如你现在离开了韩尚，你依然需要工作，新的工作就会有新的问题产生，爱情依然要经受考验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陈默又不是我的男朋友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那天听完演讲，你为什么要骗陈默说你在加班？那通常我认为说谎有好几种原因，第一就是心虚。我有什么好心虚的呀？我觉得，可能不知不觉当中，我在你的心目中已经有了一定的位置。这种感觉你不敢让陈默知道而已。你说什么呢？你看看，你甚至都不敢让自己知道。我当然知道了，这根本没有必要讨论。啊，我发现了，现在你的很多事情似乎都跟我有关，比如说，就像现在这样。以后不会了。哎，婷婷。刘泰明认为我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，他错了。他以为他有钱有地位就能让所有的女孩一见倾心。雨后的街，湿漉的鞋，唱片店里飘出的音乐，一条短信，一次妥协，一种被人